还得需要帮助啊。谁在讲话？这么多年来，终于碰到一个灵魂强度过关的人，真是幸运。我体内消失的斗气，是你搞的鬼！小娃娃，你想变强吗？想受到别人的尊崇吗？虽然不清楚老人的底细，但为了变强，萧炎还是毅然做出了选择。老师，不知您老人家怎么称呼？我名为药老。在药老的指点下，萧炎展现出非凡的毅力，发奋修炼，师徒间情谊日益深厚。然而乌坦城里的加列家族阴谋夺取萧家的生意，借口对萧家展开了突袭。你们萧家必须血债血偿，上，一个不留！站住！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救我父亲。不要再被家里人拖累了。拖累？老头，你有过家人吗？老师，正是我经历过亲人的背叛，才会这么说。找死吧，肖战！我知道你是错的。呀！父亲，我相信我肖战的儿子绝不是废物。小子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？老师，这一拳让我来。8级，经此一役，萧炎和药老都放下了沉重的心结，成为能彼此信任的真正师徒。为了变强，萧炎决定修炼可以通过吞噬异火无限进化的焚诀。从此，他与药老踏上寻找异火的历练之路。而隐瞒古族千金身份的萧薰儿，会在迦南学院等待历练归来的萧炎。老师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寻找异火，进化焚诀。在历练期间，萧炎偶然救下身负重伤、化名云芝的云韵。我叫耀炎，也结识了新朋友小医仙，见识到不同的风景与各种有趣的人。你练你的药，我修我的功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为了寻找异火榜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，萧炎来到塔厄尔沙漠，结识了被封印实力的落魄冰皇海波东。二哥，小炎子，你没事吧？他叫青灵，是蛇人与人类的后代。好漂亮的鳞片。青灵或许能够知道异火在哪里。原来是有人捷足先登了，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。女王陛下，加玛帝国的古河带着一班人类强者来拜我族。老师，我明白了，古河和女王终究会因为异火直接斗上，而我们趁机浑水摸鱼夺取异火。美杜莎女王吞噬青莲地心火失败，萧炎如愿以偿将异火收入囊中，并不顾危险将其炼化。异火，凤姬必须成功。青莲地心火，你将是天地间锻造焚诀的第一道异火。然而，萧炎的朋友青林因身具碧蛇三花瞳而遭到墨家大长老墨城的觊觎。萧炎为了救青林，与海波东力战墨城。谁知墨城变异后，实力竟晋升至斗皇，萧炎面临险境。危机关头，萧炎冒险融合青莲地心火与药老的土灵冷火，自创出独一无二的佛怒火莲。
强，就让你来试试它的威力吧。去吧，佛怒火莲！臭小子，小心！老师，老师，原来您在这儿呢。老师，您刚才看到了吗？我的佛怒火莲成功了。萧炎，为师很高兴能有你这位弟子。老师，我可以传授道气给你。傻小子，以后老师不能再继续保护你了，一切的事情都得靠你自己了。药老为救萧炎耗尽灵魂力量而陷入沉睡，羞愧的萧炎因此陷入心魔。在哥哥们的宽慰下，萧炎振作起来，前往帝都寻找恢复老师灵魂力量的办法。天空上紧闭双眸的萧炎，眉头却是微微紧皱了起来，其眉心处那许久未曾有过动静的火印，此刻居然散发出了许些火芒。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，萧炎初时也并不太知情，他唯一能感受到的，便是在成功突破至斗宗的那一刻，似乎体内的灵魂力量变得极为的敏感了起来，而与此同时，也是再度察觉到了眉心处那火印之内所遗留而下的淡淡灵魂残印。这火印是药老当初被抓捕之时所留，而这种状态也并非是第一次出现。当初在突破至斗皇时，萧炎便是顺着这火印残留的印记穿越了时空，窥探了那座捕获了药老的神秘大殿，但由于当初的灵魂力量并不算强，因此所看见的情形也是极为模糊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一次当再度感应到火印的变化时，萧炎也是明白了什么，当下体内灵魂力尽数凝聚在一起，然后一头便是钻进了火印之内。这般穿梭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，漆黑通道尽头处终于是隐隐间传来了一种压抑阴森的波动。感受到这种波动，萧炎的灵魂力量也是逐渐减缓下速度，片刻后小心翼翼地自通道尽头飞掠而出。灵魂力量刚刚冲出通道，便是感觉到一股阴凉的温度缭绕而来，映入眼帘的依旧是那漆黑色的庞大巨殿，巨殿大得可怕，通体呈黑灰色，给人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。在大殿之中，有着不少足有10几丈庞大的黑石柱，石柱之上绘满着众多诡异符文，隐隐间闪烁着许些毫芒，一闪一闪间，犹如无数只眼睛般阴森而冷肃。萧炎的视线飞快地扫过这庞大的不知道面积几何的大殿，然后目光便是陡然转向另外一个方向，在那里闪烁着无数个光团，细细看去，只见的那些光团之内，赫然便是有着一尊尊紧闭双目的灵魂体。虽说在上一次萧炎便是见过，但当时太过匆忙，而且灵魂力量也不强，因此带回的视角并不太清晰。但这一次却是看得极为清楚，在那些包裹着灵魂体的光团之外，有着一道黑色锁链。这条黑色锁链缠绕着那些灵魂体的脖子，隐隐间似乎有着什么东西从灵魂体体内顺着锁链传出。目光顺着锁链转动，只见的这些锁链的尽头，赫然便是那些庞大的犹如擎天之柱般的黑色诡异石柱。前行并未持续多久，萧炎的灵魂力量便是陡然停顿，目光怔怔地望着前方，在那里，一个并不显眼的光团漂浮在一处石台之上，光团之内，一个身体略有些虚幻的老者正紧闭双目，那张熟悉的映入灵魂般的苍老面孔，赫然便是药老。在药老的脖子处也是有着一条黑色锁链，而且这道黑色锁链比其他的更加庞大，其上的那种诡异符文也是更加繁多。灵魂力量剧烈地颤抖着，显示出萧炎此刻那激动的难以言语的心情。望着那张比以前显得更加苍老的面庞，制药老被捕到今日，怕也是有着将近3、4年时间。一想到
这些年他所受到的苦楚，萧炎便是有种揪心般的触痛以及滔天杀意。他有今日成就，药老居功至伟，而所谓师如父，萧炎也是真正的将之当作父亲般。眼见的他受这般折磨，心中自然也是极为痛苦。灵魂力量轻飘飘地悬浮在石台上方，由于谨慎缘故，萧炎并未降落身形，而是目光就这般怔怔地望着闭目中的药老。他能感应到药老的生机，虽说有着萎靡，不过还好，并没有太过严重的事情。在萧炎注视着药老间，沉睡中的后者似乎也是略有感应，眼皮微微抖了抖，在挣扎了片刻后，居然是逐渐地睁了开来，略显得浑浊的双眼徐徐睁开，而药老的身体也是在一霎陡然凝固了下来，目光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虚空，身体忍不住的有些颤抖了起来。见到药老这般模样，萧炎也终于是再忍不住，灵魂力量一阵扭曲，化为虚幻的身影，凭空对着药老归立而下，隔空磕头，声音之中透着一分嘶哑：“老师，弟子不孝。”药老望着面前悬空跪立的青年，双眼也是变得湿润了起来，细微的声音透过光团缓缓传出：“小家伙，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能收你为弟子，是我这老骨头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。”萧炎眼圈泛红，低声道：“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来救你。或许你没有那种资格。”萧炎话音刚刚落下，一道苍老的淡漠声音却是缓缓地在大殿之内响彻而起。随着这道苍老声音响起，一股浩瀚的威压陡然降临，而萧炎却是神色不变，站起身来，转过头来，目光阴森地望着那后方波动的空间。那里一名身着紫衣的老者正诡异地浮现而出。现身的紫衣老者目光瞥了萧炎一眼，旋即眉头微皱，后者的灵魂力量隐隐间给他一种有些熟悉的感觉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不由得有些惊讶的道：“你是当年的那道灵魂之力？”萧炎目光森然地盯着这位紫衣老者，并未答话。没想到当年连本尊一道灵魂波动都是接不住的人，如今居然是能够再次来到这里，看来你比当年强了不少啊。紫衣老者瞥了一眼光团中的药老，淡淡一笑，举起手掌遥遥对着萧炎：“不过这还远远不够，下次来时我会将老师这些年所受的苦尽数奉还。”萧炎的目光犹如一头野兽般，隐隐间带着一丝令人心悸的疯狂。希望吧。紫衣老者眉毛一抬，手掌陡然握下，萧炎周身空间顿时崩裂，而萧炎的那道灵魂之力也是在这般恐怖攻击下化为湮灭。望着萧炎消散的身影，光团之内的药老苍老的脸庞上却是浮现一抹欣慰之意。萧炎面对斗尊强者居然能够怡然不惧，看来这些年他真的成长了不少。他隐隐间觉得自己的这个弟子下次再出现时，应该便不再是灵魂之力，而是真正的本尊。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讨论和留言。好强的灵魂波动！不是，全身灵魂爆炸的能量都在他的控制下。老师和彩铃他们上面怎么了？好可怕的灵魂威压！手了！你就待在这儿吧，小家伙。不是，没时间了。这缕孤灵冷火的本源，我留给你。如若我遭遇不幸，它在你额头上的火印就会自动消失。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风尊者，将我的戒指给他看，他会帮你。放心，魂殿想要炼化我的灵魂也没那么容易。日后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，但你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。想要救我与你父亲，
你更不能有丝毫意外。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。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。老师，老师，我对你一直很满意。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，日后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了。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老师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了。拿下了。萧炎，萧炎，小子，你也来陪你老师吧。不好，萧炎，快走！来吧！萧炎，快走！吵死了！时间不够了。魂殿，把老师抓出来！想见他，跟我走就是啊。没多少。小子，今日里算你好运。想要你师傅，就来魂殿，本护法等着你。今日便先到此为止吧。老师！你要是再被抓，那就没人能救他了。老师！想救他，就努力变强大。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，不要让他失望。而且，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。萧家想要在加玛帝国振兴，还得依靠你。云岚宗。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萧炎他，他的2位至亲，或直接或间接的毁于云岚宗。这仇恨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了。你还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云岚宗有我父亲在前，毁我萧家在后，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，你还问我想怎样？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，的确对你伤害很大。可云岚宗也已成了这般样子，难道就不能收手了吗？只要云岚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，我就不会收手。血债只有用血才能洗刷。如今云岚宗被毁大半，老师身死，长老弟子十不存一，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？不够。不管如何，我都是云岚宗的宗主。你若执意要毁灭这个宗门，那就先将我击败。云玉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这应该很容易。
萧炎，你伤势太重，要出手的话，让我们来吧。我自己来。老师，让我来吧。萧炎，对这3年发生的事，我也很遗憾。我是云岚宗弟子，你若要毁掉云岚宗，天仙击败我！以我的恩怨，3年前就结束了。云山勾结魂殿对我萧家出手，我父亲害我老师被抓，这些血仇一旦不死，云师师父也死了。够！萧炎，不要伤嫣然。太爷爷，云岚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，只要一声令下。别急，看萧炎的意思吧。把云岚宗的所有人。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？那我萧家的血仇，谁来还？如果真要毁掉云岚宗，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吧。你死了，就能让我萧家人复活；你死了，就能让我父亲和老师都回来。我并非是拿我的命求你饶过云岚宗，我知道，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。但身为云岚宗的宗主，若云岚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，那我也无颜活于世上，事后只能自刎，以谢众位祖师。萧炎，云岚宗首恶云山一除，他与魂殿的勾结，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。1个月之内解散云岚宗，否则鸡犬不留。